好，我们今天来到第三课啊，要讲一下这个头部如何起形。那么我相信大家只要是学习过头部起形的，一定听说过这个词啊，叫做卢米斯。那么我会在这个课程里呢，去简化它的一个内容，让大家用更轻松的方式画出一个头像。在这里有两点是我需要教大家的，就是第一个是面部的十字线，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图里啊，红色的这个区域啊。那么第二个叫做人物的正侧比，就是正面和侧面的比例，也就是图中蓝色的区域。只要依靠这两点，我们就能画出一个完整的头部形状啊，可以定位到我们五官的位置。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卢米斯当中的三庭五眼。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啊，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卢米斯这个人以及他的理论。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理论太多，而且是基于写实的，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深入的去了解啊，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那在这里我只讲我总结提炼出来的一些内容就好了啊。行，那我们正式开始。那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叫做三庭五眼的。什么是三庭五眼呢？我们先找到眉毛的一个线条，眉毛连接点，那这个叫做眉线。第二个点，我们找到鼻底的位置，注意啊，是鼻子的底部，而不是鼻尖。那这个是第二条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以这个范围为参考啊，向上一段，向下一段，向下的这条线呢是到下巴的位置，向上的这个线呢是到我们的发际线。那主要比较容易弄错的就是上面这条线啊，很多人在画的时候啊，经常会忘掉它是发际线的位置，而把它画成是头顶的位置。实际上，在正面没有仰俯视的情况下，咱们离上面还有这么一段距离，然后我希望这个一定不要搞错。那如果说你们记不住这三庭，我建议大家像我这样画一张图，然后把它截图放在旁边啊。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找人物去临摹的时候，我们去找它的发际线、眉线还有鼻底线。那么这三条线段啊，它们的距离是1:1:1，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庭。三庭就是三个庭，中庭、上庭和下庭的距离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因为它在我们后面我们画好一个头像，然后利用这个理论啊去检查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利用这三庭去看出画面当中的问题。好，那么什么是五眼呢？五眼也就是五个眼睛的距离是哪五眼？第一个是我们眼角到眼尾，这是一眼，然后另一个眼睛眼角到眼尾也是一眼，对吧？然后它们的眼间距也是一眼，1:1:1，那这就是三眼了。还有两眼是从眼角往外延伸，一般来说啊，延伸到我们耳朵的内侧一点，那么这个就组成了五眼。但是我跟大家讲，由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人的长相是不同的，对吧？而且在现在的审美当中，我们是以眼睛大为主流，就是说眼睛稍微大一点，它会好看一些。我们在化妆的时候也会朝这个方向去画，那么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当我们去找一个模特，就是我们认为比较好看的模特的时候，我们去找他的五眼，很有可能就是这两边的这个距离，最外面这个距离，它达不到一个眼睛的距离。它会偏瘦一点，这个是符合我们现在审美的。那么卢米斯当中的五眼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以前在画写实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去定位的。那我们来看，大家都知道二次元的眼睛是非常大的，我们用一个什么理论？三眼的理论。我希望大家不要搞混，这个是我自己提出的一个理论，就是在画的时候帮助大家去定位眼睛的位置啊，让整体的脸型呢更加好看。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画写实的时候，还是要按照三庭五眼去画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在找到脸的边界线的时候啊，我们往里走一点，就这么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大家自己把握，怎么把握呢？比如说我画完这个距离之后，我定一个眼睛的大小，那就是这个大小。定完之后，我假设啊，我定的眼睛窄了一点，比如说比较窄，那么我会发现，当我定完眼睛的位置之后，我中间这个距离过于长大家都知道，如果眼间距特别宽，会显得这个人有点智慧就是有点笨笨的。当你发现你定的眼间距比较大的时候，你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把你的眼睛定宽一点嘛，对吧？再定宽一点。第二个就是咱们
拉长这段距离，把它稍微的拉长一点。只要说啊，它不会达到5眼的这个距离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个距离不要达到一个眼睛的距离。实际上，我们在画二次元的时候，就是这里一个眼睛，这里一个眼睛，中间一个眼睛，就这个距离大小。然后，如果你画一些特别萌啊、特别可爱的角色，你可以把中间这个眼间距缩小。所以说，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间的这个眼间距可以小，但是不能过大。好 ，OK， 那咱们就说到这里啊。咱们画二次元的时候，用一个3眼的理论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就是在我这个课程里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叫做中线，还有正侧比。说到正侧比呢，我们就得用到一个侧面的人物。大家看啊，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是讲一个基础的头部构造，是不会讲仰视和俯视的，这个在后面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下，在正面的时候，脸部的十字线是什么样的？还是眉线，眉线至关重要啊，这条线我们称为最重要的线。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和笔底的线推出上庭跟下庭，对吧？所以这条线很重要。然后中线就是脸部的一个中线。好，如果侧面的话，我们是怎样的呢？一样啊，眉线还是一样不变的，它其实就是2个眉毛的连接线了。然后中线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按照脸部的这个高低起伏，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头部中间这个位置，对吧？因为我们的头部是一个弧形嘛，它应该是这样的。好，然后鼻子中间这样拐过来。再拐出去，这样子，这样子，嘴唇我们凸起来，往里拐，这里也凸起来。好，下巴往回拐，大家注意看这2个点嘛。实际上我们中线是怎么样的？是这么一条，对吧？但是我们在画头像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个图形画的这么复杂，所以说呢，我们就这样啊，我们直接找到眉心这个地方。这里大家要注意，如果这个人他偏向左侧。我们看这个是眉毛的一个点位，对吧？这里也是一个点位。请问我们的中线就是这个中点在哪里？是在它们中间吗？啊，肯定不是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个理论。那透视我们没讲，我就粗略的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长方体，那么在现实当中，这个长方体是不存在的，因为只要是我们人眼看到的东西，一定有透视，对吧？那这就是一个概念的长方体。请问这个面的中线在哪里？大家都会找，对吧？就是这个线段的中间嘛，这个线段中间连起来，对不对？好，那我再问，当一个长方体出现透视的时候，我请问这个面的中线在哪里？还是找这个线段中间吗？啊，这个就错了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是怎么找这个中点的？因为有透视，这个中线它其实会往后移。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找这个中线的方法其实就错了，我们应该怎么找？连接这个对角线，找到中点，这样画下来，这个才是中线。那么这个面怎么找？也是连接对角线，但你会发现这个中点后移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面拿到正面来看，我们找中点就是这样找，对吧？这个是中线。然后由于透视，它可能会变成这样。我画的夸张一些啊。那么它的中点怎么找？应该是连接对角线。这个学过几何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啊，咱们找中点、找透视的点，应该就是这么找的。那实际上这个点它已经不在这个图形的中间了。好，那么基于这个理论呢，我们眼睛也是有一个透视的，是吧？实际上它已经变成这样了。那么我们在找中点的时候，它会偏左一些，明白吧？就好像我们这个脸啊，它有一个大透视的形状，哎，看到了吗？它的中点就要偏左一点。好，这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稍微偏左一点。然后我们找到下巴的中线啊，注意下巴的中线一定不可能和它在一条垂线上。这个咱们只要观察人的这个头骨就知道啊，我们面部这个凸起的地方是肯定在这个下巴之前的。我们去看正侧面就知道了。我们的正侧面啊，你看鼻子在这儿，我们嘴巴不可能是这样子，下巴在这儿，知道吗？我们肯定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正侧面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一定是这样一个斜率，知道吧？那鼻子在这儿，然后这是嘴，这是下巴，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的中线一定是有一个倾斜的角度的。那么好，这个就叫做面部的十字线。咱们找一下这个啊，这里一条线，那这个就是要偏右边一点，因为它人是向另一个方向转的。下巴在这儿，
明白了吧？这个就是我们面部的十字线，然后就是一个叫做正侧比的。咱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我跟大家讲过啊，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眉线，我们先找到这个眉线，然后还记得我们刚开始那个圆怎么画的吗？它是到头顶，对吧？也就是头顶往下，这是2倍的一个距离，以它为直径画一个圆。好，那么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画卢米斯头像的时候，左右两侧红色区域其实是被切掉的，因为我们的头骨就长这个形状，我们的头呢，并不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圆，然后加一个下巴，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要切掉两边。我们的头部应该是这个样子，明白吗？所以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头部在转向的时候，侧边会出现一个小圆。那么我相信大家在看相关教程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们起形头像就是，尤其是在有侧面的时候啊，先画一个大圆，再画一个小圆，然后这样，对吧？耳朵在这儿，是这样子，对吧？所以说大圆跟小圆至关重要，然后小圆就代表着是侧面，其他的位置呢就是正面，那就引出了第二个概念，叫做正侧比，正面和侧面的比例。这个就是我这套课程里最重要的2点之一。第一个是十字线，我再重复一遍；第二个是正侧比。然后大家会关心一个问题：侧面怎么找？侧面这个圆怎么找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看啊，当这个人物侧过去的时候，我们找就是眉毛的末端，眉毛末端再过来一点点就一点点就好了或者是你就按眉毛的末端去找好了，因为有些人他会画眉毛，会把眉毛画的比较长，这个点其实不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准咱们就找到这里。眉毛末端，大圆怎么找啊？大圆就是脸的这一侧连到后脑勺，然后一定要经过耳朵，经过耳朵上方，包括这个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人有一点仰视俯视也是找眉毛的这个点，这个端点，然后找后脑勺的位置。后脑勺我们估计一下，在头发里面一点这个没有精准的，经过耳朵，那么这个就是大圆。好，那这个我们也画出来如果有人也是用 Procreate 的，那么就是你在画完圆之后不要抬起笔，长按它就会自动形成一个圆，好吧？这个也是技巧之一。然后咱们怎么找小圆？就是刚刚咱们找到这个正侧比，正面和侧面的比例，这里就是小圆的位置了。眉尾的位置找一个小圆，好 ，OK， 这个也是一样找这儿连接耳朵上方到后脑勺，这是我们的大圆，太大了。小圆找眉尾的位置，不管仰视俯视都是这么找的。然后在小圆的长直径跟短直径里，我们耳朵在第4象限，1、2、3、4，第4看到没有？因为这个人是朝右边的嘛，所以说在他的左下角，这个也是一样这个理论也是不变的，耳朵大致就在这个范围。好，会找大小圆之后，咱们就找到它的中线，这样我们的人物就构建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我用这幅图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示范，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给这个脑袋打一个形。那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在空白处画一个圆，这就是我们的卢米斯圆，很重要然后咱们先画一个十字线，这个你画不画都可以但是我是为了给大家示范去找到它的圆心，让大家能看得仔细一点。我们还是看这个左边，我们怎么去分析这个头像，我们一定要先分析再画，对吧？我刚跟大家讲过，这个圆就是这样找，因为这个人没有仰视俯视我们下一节再讲。那么它的圆就是这样的。第二步，我们找小圆，在这里，我们去怎么看呢？这个小圆的位置是不是大概就在圆心的位置你看，如果是这个小圆的话，它是不是要偏右边一点？这个点在这条线段上，所以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去看。那这个在中间，那正好就在咱们圆心的这个位置，我们画出小圆。这个小圆画的圆不圆或者椭不椭圆，其实根本不重要，因为我们去找的呢就是它的一个正侧比了。好 ，OK， 画完之后，我们找它的中线十字线，在这里，对吧？然后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十字线的定位？我们就看这个点到这个点，它们的一个距离比，比如说是多少比多少，这个也只能估计
好，我们找好这个比例之后就去看，大概在这里，对吗？还记得吗？咱们的中线不是垂直向下的，它有一个往里的弧度。你就想象，其实这个圆啊，它是这样子转过来的，因为我们头不是一个立方体，它是一个球形，对吧？好，OK，这个弧度有点太大了啊。同样，左边这个弧度有点太大，它的下巴应该是在这里。好，那么找好之后，下巴怎么找？大家记住，这个是一个比例，咱们圆心到圆的这个相切的地方，中线、中点啊，然后再中点这一段距离，咱们往下延伸，同样一段距离。那么这个点就是我们下巴的位置，它在这条线上。那么对应到中线，下巴是不是在这啊？这个就是下巴的中点吗？这个弧度还是不够啊，咱们把弧度再加强一点点。好，大概在这里。耳朵还记得吗？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咱们在画耳朵的时候啊，大家会注意到我们耳朵并不是这样子垂直的，而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看到了吗？啊，它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在画的时候要把这个耳垂往前挪一点，往下去找它的下颌线。好，左边啊，咱们根据这个凹凸的起伏啊，给它画出脸型。这个我在后面脸型的讲解当中会提到怎么去画啊。现在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脖子。之后我们要根据就是原图的这个形象，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后脑勺在它的后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边要切掉一点，大家还记得吗？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要切掉一点，但是由于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并没有把这里切出一块儿，那么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卢米斯的一个误区，是一个很 bug 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些画师去解决它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找完参考之后啊，如果发现这个脑袋大了，我们自己手动的去切。我们在一开始找定位的时候，不要想着去切，因为这样子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比例，知道吧？那我们这个时候自己手动的去切一下，怎么好看怎么来。画画就是这样，我们以好看为主，而不是正确为主，知道吗？好，脑袋稍微切一点，在这儿。好，然后这是一个眼睛，这是另一个眼睛，这是鼻子的位置。嘴巴是这样啊，嘴巴在鼻底和下巴的1/3处，这个仰视俯视都一样。这个是唇缝啊，就是我们嘴巴缝隙的位置。好，我们就是这样子去搭建一个人物的模型。那至于我们五官是怎么画的，这个我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教大家啊，去逐步的完成。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下面2节课我们将讲仰视和俯视需要注意的一些点。